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你好，我是 Polly。如果你是新的朋友的话，我坐标新加坡频道里面常常会分享一些我在新加坡的个人生活。如果你是旧朋友的话，非常欢迎你回来，谢谢你的支持。我看了一下，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刚才试了好久，看什么光线最好。我后来发现，后面这一块广告牌，大家看到了吗？当我面对着它的时候，就这样，原来是光线最好的时候。今天这个视频呢，咱们要来聊一聊10样关于新加坡小学你应该所了解的知识点。咱们就来从第一点开始讲吧。第一点非常简单，新加坡小学是6年制。第二点呢，新加坡的小学它是每年的1月2号开学，然后每一年呢会有2个大的学校假期，是在6月跟年底11、12月。6月的假期呢是1个月，到年底11月中旬就会开始放假，包括12月这个年底的学校假期就是1个半月的样子。中途每年呢，在3月和9月中间也会各放1个礼拜的那种小型的学校假期。关于学校假期啊，新加坡的这个所有的父母以及航空票价以及很多的那种消费行业都被这个学校假期所主宰。好像比如说出国旅游，这是新加坡的一个全民活动吧。每年到了学校假期的时候，机票是一定不会打折，一定贵的。即使在有一些商场，他们平时为了吸引中午那种工作的人潮去他们那里吃午餐，他们会推出一些好像中午12点到2点免费停车的这种优惠，到学校假期这种优惠也都没有了。或者好像水上乐园、哇哇哇，整个学校假期的阶段，它都是算作于巅峰时段的票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即将进入新加坡小学读书的话，一定要记得早早的开始规划学校假期。除了固定的学校假期以外，每一年从年头到年尾也会有那种为期1天2天的额外的学校的假期。特别的是，比如说到了年底的时候，因为小6的学生他们会进行小6会考，这是所谓的 PSLE。然后因为新加坡小6会考的这个复杂性啊，它要考很多门，所以这整个 PSLE 的这个战场拉的有1个多月那么长。一旦小6的学生他们要考 PSLE 的时候，这整个小学就得放假。小1到小5的学生都放假回家，要把整个学校腾空出来，提供场地、提供老师给小6的学生进行他们的小6会考。现在第4点，我想来讲一下一个普通的小学生他一天的这个作息是怎样的。我的女儿每天早上差不多6点半起床，因为我们的学校离我们家非常近，就在过街，所以呢，她早上起来差不多6点50的时候就会吃一个简单的早餐，一般呢是1小杯的牛奶、1个鸡蛋、1小片的面包。她到学校一般是7点15这样，学校是在7点半开始上学。到了9点到10点之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早餐的时间，就是 recess time。早餐家长可以选择每天给小孩2块钱，让他们在学校的食堂去购买早餐，会有面，会有饭，会有印度煎饼，然后也是有卖零食、卖水的摊位。你做家长的也是可以选择自己在家里给小孩准备早餐，比如说炒饭呐、三明治呀，或者是鸡块那种 chicken nugget， 让小朋友带去学校吃也是可以的。Recess time 的时候，小朋友不管是自己带的早餐还是用钱买，他们都会是在食堂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坐下来吃。到了12点左右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零食的时间，打尖儿吧 ，snack time。这个一般就是在前一节课跟后一节课中间的一个间隙的15分钟。我每一次就会给我女儿包1盒水果和1块小苏打饼干。现在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说每个年级的小朋友都要错开放学。小学年的学生，像我女儿小1、小2，他们就是1点10分就放学了。然后小3、小4就是1点20，小5、小6就是1点半才放学。那你们可能就会问了，那1点半放学，那双职工家庭谁去接呀？
你如果是双职工家庭，你的小孩放学1点半了之后，你可以把他送去托管班。现在每一所政府小学在学校校区里面都会有托管班，但是呢，毕竟这个名额有限吧，然后他们总是要优先照顾公民家庭呀、低收入家庭呀、单亲家庭呀等等等等。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报名进得了学校校区内的托管班，那就是真的很方便，因为小孩放了学了之后，就直接拿着书包从自己的教室走去托管班的教室就可以了。他们还会在下午的时候就继续占用普通的教室做他们的活动场地。小孩子在一个熟悉并且封闭的环境当中，相对也是会比较安全一些。如果你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报名进入到校区内的托管班的话，你还是有选择，可以去外面报那种私人的托管班。这种私人托管班它都是会帮你arrange 那个校车去学校接小孩，所以说在这个交通logistics 方面是不用太担心的。接下来呢，咱们就从小学1年级、2年级开始，慢慢的往高年级挨着来讲一下吧。首先，学业压力大不大？对于小1、小2的学生来说，整个这2年是没有考试的，没有成绩排名的，是没有任何以分数作为的评估方式的。因为教育部曾经收到非常多的家长的投诉 complain， 觉得小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压力太大了，因为一来就跟着分数排名所以呢，现在教育部的主旨就是小1、小2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考量，我们只是要给小朋友2年的时间，让他们慢慢的融入到小学的氛围，以及适应小学的这个节奏。很多时候学校是没有功课的，即使有，最多半个小时，绰绰有余就做完了。所以如果你作为父母完全不激娃的话，在小1、小2的时候，他们从学校里面所承受的学业压力几乎为0。好，第6点，现在小2结束了吧，然后到小3就会开始进行第1次的分班了。分班的契机呢，就是小2结束之后，学校的老师会根据不同的决选的条件进行一个分班，一般分3种分班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纯粹的随机，把所有的小孩打乱，再重新的随机组合成不同的班级，这个就是为了让小朋友有更多的机会去结识新的朋友。第2种方式呢，它是会把所有的小朋友打散，但是它会根据成绩、种族、性别来重新很均匀的分配每一个班级。第3种方式呢，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那就是跟着成绩来分。一般一个小学3年级会有8个班，当中会有2到3个是所谓的最好班，然后中间会有2到3个中等的班，然后最差的会有1到2个班。这个时候你就会好奇了小1、小2没有考试的话，那在小2结束的时候，如果说要依照成绩来分班的话，哪里来的成绩呢？所以家长们不要太天真，不要以为没有考试就真的没有成绩。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每一次的随堂测验，每一次的听写测验，不管是华文还是英文的，这些都是分数来的，都是会记载在案的。所以在每年中间的时候以及每年结束的时候，老师都会给每一个学生做一个 holistic assessment， 它是文字性的，是没有分数的，但是每一个科目都会分成好几个方面，老师会就不同的方面给这个学生做一个评估。评估一般有3等，没有达到预期要求，达到要求，超过要求。这个其实就是小朋友成绩虽然它不是分数，但是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你还是分得出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差的。现在到了小3了吧，那咱们就用第7点来讲一讲 GEP 出名的天才班。每年8月的时候呢，全部新加坡小3的学生都会受到一个邀请，去参加一个天才班的选拔考试。新加坡每一年的小学新生入学人数差不多在4万左右吧 ，plus minus。在第1轮 GEP 的考试结束之后，他们就会选出 top 10%， 也就是差不多4000个小孩子来进行天才班的第2轮考试。第2轮考试一般是在10月。第2轮考试呢，他们又会从这个4000个小孩里面再选出 top 10%， 那也就是最终是400个小孩子左右。这400个小孩，你从那个刚才的百分比来说的话，他们就是 top 1%。
的小三生进入到这个天才班当中。一旦进入到天才班当中了，这些小孩子他们的文档就是受新加坡教育部直接管辖，他们就会被分配进有天才班的9所学校。所以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定义当中啊，有天才班的那9所小学就是所谓的名校。进入到天才班学习，他们的整个教程教纲跟一般的普通小朋友学的是不一样的。他们除了小6还是仍然会应付PSLE 小6会考以外，他们还会学习一些很多额外的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独立思考的项目也会有大量的那种团队合作的项目。他们真的就是要创造一个适用于天赋异禀的小孩子的一个学习环境。这些年吧，因为这个家长鸡娃的本性，大家都想把小孩子往天才班里面推。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小孩子可能从很小就开始通过大量的补习，到了小3的时候被家长推进了天才班。如果你的小孩真的天赋没有在那边，进入天才班之后有的是会很辛苦的，因为他可能跟不上。你进入到天才班了之后，你是可以选择你不要再继续，你可以转学回你原来的学校。第8点，咱们来讲小4结束了之后，这就会进行第2次的这种大规模的分班。这一次就是完全是按照成绩来的了，因为要更好的分配师资，然后要让不同这个成绩层次的小朋友更好的准备小6会考 PSLE。第9点，小6这一年并不仅仅只是有毕业会考 PSLE 这一个大事而已，还有另外一个是在上半年年中的时候进行了一个特长生 DSA 的报名。 DSA 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被这所中学作为某一个项目的 DSA 特长生录取了之后，你就可以用比较低的 PSLE 的分数进入到这间中学去学习。其次，DSA 的项目这个因为特长生嘛，它这个范围非常的广，从文化课，你可以是英文的 DSA， 你可以是华文 DSA， 你可以是数学 DSA， 到体育特长生，到艺术特长生，到舞蹈特长生，现在近几年还有 coding 编程的特长生。这个就是根据每一个中学它自己有 offer 不一样项目的 DSA。 比如说好像我所知道的像体操，女孩子的体操吧，像南洋女中他们就只是有 offer artistic gymnastic 的 DSA， 但是 Raffles Girls 就是来福士女中，他们呢就是韵律体操的 DSA。 大概讲一讲吧。比如说好像文化科的 DSA， 我知道数学比赛的成绩名次奥数这些一定得搞起来，是吧？然后像英文 DSA 的话，那么就是现场写小作文看写的好不好。像钢琴 DSA 的话，那个就是至少得钢琴8级啊，或者是有一些是钢琴 diploma。如果你的小孩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你要他已经过了钢琴8级，或者已经考取了钢琴的 diploma， 那就表示你从他小学4、5岁的时候就得开始对他进行钢琴的这个培养了。我个人的感觉是需要在小孩差不多3、4岁的时候就得要做很多的功课，然后开始一个规划了。好了，最后第10点了，那咱们就来讲一讲小6会考吧。 PSLE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 小6会考4个学科，英文、华文、数学、科学。每一个学科它又会有好几篇的考试，比如说像这种语言类的，英文和华文会有口试，会有听力试，会有阅读理解，还分上卷下卷。这个就是为什么虽然只是4门学科但是它又要考很多篇的考试，这整个战线到了年底的时候 PSLE 能够考1个多月，最终所有的这几篇考试它都会融合成为一个分数，所以每一个学科只会有一个最终的分数。从今年是最新的这个 PSLE 的计分系统上线了。从今年开始，每一个学科如果你最终的分数是90分，那么你就会化作成等级制度等级制分当中的一个 A1 1分，所以4门科目如果你都能够考到90分以上的话，那你总共的分数就是4分。每一个中学就会根据这样子你的总分来进行一个录取。好啦，10个知识点已经讲完了，那现在我要送你一个 bonus point。
咱们来讲一讲高级华文。高级华文呢，它是除了普通华文以外的一门额外的科目，然后每一个学校从小5开始就必须得要 offer 这个额外的科目，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小孩都会去上这个额外的科目的哈，是要华文老师在普通华文的班级当中推荐成绩比较好的小孩子才能去上高级华文的。高级华文它其实是普通华文以外的一个额外的科目，所以在上的话，那也是小孩在1点半放了学之后，一个礼拜里面可能会有那么一天，留校额外的再上1个小时的高级华文而已。我不知道到了高年级会不会这个时间增长，我不是很确定。但是从今年从明年开始啊，我的女儿明年小3，明年是第1年。教育部允许学校从小3开始就可以上高级华文的科目了，但是同样的也是要华文老师推荐小朋友才可以去上高级华文。小3、小4的高级华文呢是不计分数的，它纯粹只是给华文比较好的小孩子一个更早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开始慢慢的适应高级华文的这个节奏，然后为了他们之后在小5、小6高级华文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做一个基础。那究竟有没有读这个高级华文有差别吗？在今年新的这个PSLE 的 scoring system 里面，其实高级华文是没有任何额外的分数的。差别仅仅在于，如果你所心仪想要报名的那间中学是华文特选中学 ACAP 中学的话，那你一定要有高级华文这个科目。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关于新加坡小学的信息和知识点。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呕心沥血，在过去不知道多少个夜晚，在各大的论坛里面爬楼，或者是做那个 Google Search， 然后英文、中文版都有去读的，最终精简下来的精髓。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非常欢迎在下面留言板给我留言，我一定会言而不尽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今天这个视频应该也不会短，那咱们就下一次视频再见啦，拜拜。